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3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志伟，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8号，父字。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永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永怀一家3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蒙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这是一段郭永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永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一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伊尔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成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你不回来，我不老。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
有2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之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淦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开甲请教，由这2位专家说了算。王淦昌和陈开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淦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开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淦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他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他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梅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8月下旬，王淦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10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王淦昌先生呢，他主要是9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淦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开甲先生是一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我们的南山有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1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淦昌、陈开甲他们2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2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淦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它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迹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的过去。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的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2机械工业部第9研究院院长。此时，第9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2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9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2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7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2代轻舟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1年，从这刀下去1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不了，那就是1年。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2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
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联大。那么有一天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啊。”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7扭8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在那个戈壁滩，把这个唱了2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这个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那是一次8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士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要禁止核试验。老邓跟老俞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20世纪80年代中期，
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相当虚弱。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气槽轮胎上面，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这个气槽轮胎上面就是悬空的，必流着冷汗，就这么亲自修改。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2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2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10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就是不要让人家。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济、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
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凌云壮志。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凌云壮志。